因为我是用100万下去，还会再扣掉飞机的费用，还有保险费。哇，我光第一站的花费就蛮惊人的耶！在流动里找安定，大家好，我是池小草，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实验。哇，我真的在曼谷旅居1个月了，而且时间过超快，我感觉昨天才刚来，但事实上我明天就要结束第一站曼谷行了。那我们这1个月所有的花费是多少？相信也是很多人很好奇的，我就会在今天这一部影片大公开告诉大家。我会从细项开始区分，包含了住宿，包含了吃，包含了饮品，包含了交通，甚至杂支，我都会跟大家做分享。透过我的这些细项，你可以去删减一些你不需要的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大概抓住1个月。如果你也想要来到曼谷旅居，你的生活成本应该准备多少？在正片开始之前，先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，我现在正在实验一种流动的生活方式。这一整年，我会带着100万来去体验双栖生活，每个月换一个城市，感受不同城市的生活节奏。所以第一站曼谷就会在今天的影片来告诉大家，给各位一个总结。如果你很好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，前几支影片也可以去收看哦。首先，第一个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大宗花费的住宿啦。如果你有看我前几支 room tour 影片的朋友，应该已经知道价格了，也看到了环境以及机能。我当初在筛选的时候，希望要有24小时的保全，然后是有这种门禁卡，要有监视器，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住在外面，这一些都是非常基本的人身安全需求，所以这些条件总加下来，是的，住宿费当时就有告诉大家25917，没错，就是这么的高。其实我当初本来想要把住宿压在大概2万以下，那你希望人家有保全，你又要有门禁，你又要监视器，那当然费用就会再往上加。只是我没有料到我会租到将近要2.6万的住宿。曼谷还确实是首都，所以它的住宿来说，费用上还是得付出这样子的成本。我必须说，这个2.6万我花的心甘情愿，尤其是住了1个月的现在，它的环境真的超好。你看这个大厅又还可以让我拍影片，有健身房，有游泳池，房间住起来的舒适度我也很满意，所以我只能说这2.6万贵，但是值得。再来第2个部分要跟大家介绍饮食的部分，我会先从吃的，也就是3餐开始说。大家都说来到曼谷吃很便宜，这个我绝对不否认。1个月吃下来，即使我吃的是小吃、路边摊，还是有一定的价格。因为我自己总加的时候有吸了一口气，总加的费用是7239元，这个总加费用包含了1天3餐，然后呢，我1个礼拜可能会去2趟市场买水果吃。虽然总加7239，但你说1天贵吗？我们来除看看，1天241，241再除以3餐，等于1餐花80块，1天的平均好像又还可以。接下来第3部分跟大家分享到的花费是饮品的花费。为什么我会把饮品跟吃分开来呢？因为饮品里面也包含水，我的住宿是没有提供饮水机的，所以我必须自己在外面买矿泉水回来。第3部分呢，包含了水，包含了饮品，包含了咖啡，我通通放在这一区。1个月呢，我的花费是3395元，哇！我1个月除以30天，1天的饮品钱花了113元，又喝水，又喝咖啡，又喝饮料，好像也不是很贵。怎么每一项分开来看都不贵，但是加起来费用上去之后都还是会深呼吸一下。
第4部分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交通，我都是搭公铁还有捷运居多。跟朋友出去，那我们会搭嘟嘟车或者是叫 Grab。我有2天有搭船，一天是买150元的 All Day Pass， 第2次搭船是单趟，所以这全部的费用我都有加起来，我每天通通有记账。告诉大家，这样子我一整个月在曼谷的交通费用花费是3825元，一天的交通费用差不多落在128块。我真的每天都出门，所以交通费用真的不低。再来下一个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网路费，我总共买了2张，因为我有2只手机的需求。第1张我是直接买吃到饱，因为我怕有一些咖啡厅的网速可能不好，所以我直接买5G 吃到饱30天用的，是999。第2张呢，我只是要偶尔使用它，所以呢我是买30天30G 的容量是199，所以我这1个月的网路费用花费是1198元。我必须说一下，曼谷有些地方的手讯不是非常的好。请问一下大家，来到曼谷都是买什么样的网卡？就是怎么会我买了吃到饱5G 的，还是偶尔会卡顿呢？下一个部分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课程的费用。就像前几支影片大家有看到的，我有去学泰拳，有去学空中瑜伽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还要去上皮拉提斯，还有各种其实我在台湾就想要体验的所有课程。但是在台湾就是给自己好多借口，我下个月再报名好了，下个月再说好了，就一直延后。但其实明明就想要去试看看，感受一下，却一再的用借口把这些课程延后。来到曼谷就不给自己任何的借口，我就是直接下定，而且这些课程如果你没有去的话是会扣费用的，所以我就订了很早的课，我还是起床赶快去了呢。那这些课程费用，老实说我都是单堂报名，所以每堂的费用都不低。我1个礼拜上2到3堂，我总共来了4周，所以我这10堂的花费是4350元。虽然总价不低，可是我觉得好值得哦。很多课程都让我在当下跟当地的老师还有学生有连结之外，也让我感受到每一种不同运动的魅力。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费用是生活杂志。生活杂志的费用包含哪一些呢？第一个，你们应该有听得出来，我一整集都有一点鼻音。没错，我竟然在要结束曼谷行的最后几天感冒了。我有去药局拿药，然后我有剪头发，也有去体验道地的泰式按摩，甚至呢，我有做这个脚指甲。还有呢，购买了一些当地的衣服、洗衣球、洗碗巾、调味料、牙膏，这些种种加起来，我统统把它归类在杂志。这个月的杂志花费4090元，哦，有一点高。紧张，刺激，刷落来要甲大家公布的就是全部的花费总加起来是多少了。来吧，一一面对，计算机拿出来。先从房租开始，还是我们今天就拍到这边？好啦，全部的费用加起来是50014元，比我预想的高。可是每一个细项去除以单天，又觉得很便宜，怎么会这样？虽然价格我是蛮吃惊的，但是如果你问我值不值得，或者是回到1个月前，我还会实施流动计划，第一站还会来曼谷吗？我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，绝对会。我体验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风俗民情，这是我在这1个月用金钱衡量不了的收获。当然，每个人想要的生活方式不一样，而你听完了这一集的分享，你觉得合理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花这样的生活成本来到曼谷生活吗？我要结束曼谷的1个月旅居生活了，
接下来我们台湾见。是的，我有说过，我想过的是双栖流动的生活，每个月换不同的生活节奏，而台湾也是我的生活，有毛孩的生活也是我要过的生活。这是池小草的流动生活实验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。